仙逆152集，血族殺入雷之仙界，追殺亡灵。古神皮甲现世，亡靈和李元布局，準備實仙。在亡靈擊潰仙人仆從藏魂後，李元終於恢復了自由，與亡靈一起探索雷之仙界。同時，李元道出破滅境的萬古傳承隱秘，為報答亡靈救命之恩，李元鄭重許諾，待離開雷之仙界，回歸家族後，即刻開啟傳承祠堂，將自身一半心境本源贈與亡靈，助其修成完整的上古破滅境，讓亡靈得以觸及羅天星域最頂尖的禁制大道，實力迎來質的飛躍。感慨之餘，李元察覺此地禁制破綻，直言這處仙境並不完整，早年曾被人強行破除，只因破境者手法粗俗，僅撕裂表層陣法，未能根除核心，才讓這處上古秘境殘存至今。話音落下，李元指尖凝出破滅境印訣，瞬間整片黑色大地如波浪翻湧，一座破敗的上古仙山殿宇顯露真容，果然早已被前人探查過，看似毫無機緣留存。就在二人以為此行無果之際，亡靈憑借超凡觀察力捕捉到一處違背天地常理的異象，殿宇後方的古樹左半枝葉隨風搖曳，右半枝葉亘古靜止，生死動靜兩極分化。這詭異一幕讓二人瞬間確定此地暗藏第二層隱秘禁制，二人即刻上前，一股刺骨陰森的寒意撲面而來。樹下2具森森白骨靜靜陳列，其中1具骸骨身披古朴皮甲，紋路天然成型，滄桑厚重，歷經萬古歲月依舊不曾腐朽。看清皮甲的瞬間，素來沉穩的亡靈罕見露出震驚之色，心神劇烈震顫。這件皮甲材質獨一無二，乃是古神之皮煉制而成，散發着濃郁的古神本源氣息，與亡靈自身的古神本尊一脈相承。剎那間，無盡悲涼席捲亡靈心神，跨越萬古的宿命共鳴油然而生，讓他真切感受到遠古古神隕落的悲壯與淒涼。李元並未深究亡靈的異樣，立刻出手破除幻境，施展梅花18境，凌空籠罩古樹骸骨，空間劇烈扭曲震盪，伴隨着鏡面碎裂的轟鳴，眼前的古樹白骨盡數消散，虛假幻境徹底崩塌，一方流轉柔和仙光的上古傳送陣顯露而出。李元當即識破真相，此地乃是仙境8法第3重聖幻境，以古神皮甲骸骨為誘饵，打造絕殺幻境，專門誘惑尋寶修士踏入陷阱。萬古以來，不知葬送多少修行者性命。二人細緻推演後確認，這處聖幻境是上古原生陣法，從未被人真正徹底破除，只因歲月流逝，仙力消散，陣法逐漸鬆動，外泄異象才讓秘境顯露破綻。而傳送陣此刻極不穩定，邊緣不斷滋生細碎空間漩渦，瀕臨崩潰。漩渦中飄散着支離破碎的遠古畫面、古老建築、戰死殘骸一閃而過，印證着此地源自上古的悠久歲月。機緣就在眼前，二人決意踏入傳送陣，探秘隱秘秘境，挖掘上古遺存。可就在二人準備動身之際，滅頂危機驟然降臨。一股橫貫萬里、霸道無匹的恐怖神石蠻橫席捲整片碎片大陸，所過之處陰雲盡散，天地窒息，神威浩瀚遠超二人認知。這股神石並非雷之仙界本土所有，而是橫跨星域而來，帶着極致的霸道與殺意。李元修為稍弱，瞬間承受不住威壓，氣血翻湧，口吐鮮血，神魂震顫，幾近潰散。亡靈同樣心頭巨震，這股神石帶着熟悉的詭異氣息，他瞬間鎖定來人，跨星域追殺自己的絕世大能血族。生死危局瞬間成型，亡靈來不及多想，一把抓住李元衣襟，全速衝向瀕臨崩潰的傳送陣，欲借秘境傳送逃離死劫。血族的神石瞬間鎖定二人，天地大勢驟然收攏，百丈天地盡數化為血色，血色煙霧翻騰凝聚，化作無數猙獰陰魂，斜刺耳尖笑，瘋狂撲殺而來。危急關頭，二人配合無間，默契十足，亡靈全速突進主攻逃生，李元留守斷後，雙手掐訣，催動無盡禁制，層層疊疊的梅花18境凌空鋪開，死死阻攔血色陰魂的追殺，為逃生爭取時間。眼看二人即將踏入傳送陣，掙脫危機，冰冷的天道威壓驟然降臨，血族冰冷的聲音響徹天地，血空凝3字落下，整片百丈虛空瞬間凝固，天地被無形大手強行擠壓收攏，恐怖的禁锢之力鎖住萬物生靈。亡靈與李元身形瞬間僵滯，步履維艱，渾身仿若背負萬鈞山岳，仙力法寶術法盡數被封，完全無法動用。虛空之上，赤色紅芒飛速凝聚，血族的身影緩緩顯現，橫跨星域的滔天恨意與不死不休的殺機籠罩四方，目標直指亡靈。絕境之中，亡靈拼死催動本命神通，眉心第3眼瘋狂閃爍，扇形紅芒鋪展而出，暫時鬆解了李元周身的禁锢之力。李元抓住千載良機，不顧自身負荷，強行催動破滅心境，眉心飛出粗壯黑線，化作頂級禁制烙印。在血族殺招降臨的剎那，破滅境轟然爆發，萬千黑線四散蔓延，相互交織，強行撕裂凝固的虛空，撐開一線生機。巨大的爆炸震顫整片碎片大陸，天地擠壓之力瞬間鬆動。亡靈抓住轉瞬即逝的機會，攜李元縱身一躍，成功踏入傳送陣。在身影消失的最後一刻，亡靈反手一掌拍碎傳送陣，徹底斷絕血族追擊之路。二人成功遁走，可暴怒的邪祖依舊餘怒難消，一腳踏碎大地，恐怖的修為威壓引發連鎖空間崩塌，整片碎片大陸寸寸瓦解，徹底湮滅，化作虛無。就連雷之仙界整體都隨之震動，無數修士被這場突如其來的空間浩劫吞噬，葬身虛無。血族立在虛空，殺意凛然立下誓言，此生必斬亡靈，隨後身形消散，繼續追殺之路。另一邊，亡靈與李元歷經空間穿梭，最終落地在一處陌生的上古祭壇之上。此地天地詭異，天空常年昏暗，布滿隨時開合的空間裂縫，裂縫
能吞吐陰寒氣息，稍有不慎便會被吞噬神魂，神識根本無法肆意散開，看似荒蕪死寂，實則暗藏極致凶險。二人死裡逃生，皆是心神震動。李元重傷脫力，立刻盤膝調息吐納，亡靈凝神護法，同時復盤整場危機，心中思緒翻湧。他清楚知曉，血祖不惜橫跨星域追殺自己，只為奪取他手中被封印的姚希雪，想要通過姚希雪的血脈蹤跡尋回女兒。亡靈內心陷入掙扎，權衡利弊，若是交出姚希雪，能否化解這場不死不休的追殺？可他隨即看透本質，血祖恨意滔天，偏執至極，無論交與不交，都絕不會放過自己。這場生死仇怨早已無解。待李元調息完畢，二人坦誠相對。李元得知對方是境界期頂尖大能後，滿臉駭然，直言即便自己催動巔峰破滅境，也難以抗衡分毫，二者修為差距宛若天塹。為不連累李元，亡靈主動提出讓其先行離去，獨自直面血祖追殺。可李元重情重義，感念亡靈再造之恩，斷然拒絕，直言李家萬世恩情無以為報，區區是仙險境，甘願並肩同行。絕境之中，亡靈逆天萌生大膽構想，他察覺這片秘境空間極為特殊，並非普通碎片大陸，而是上古仙人開闢的獨立儲物小世界。此地依托虛空而生，根基不穩，一旦遭受劇烈衝擊，便會徹底崩塌瓦解。空間之內，萬物盡數湮滅，無一生還。這一特性讓亡靈看到了反殺的契機。他打算利用這片不穩定的仙人儲物空間，布置驚天陷阱，以弱博強，逆伐境內大能血祖。李元聽聞此計，震撼之餘滿心敬佩。尋常修士遭遇頂尖大能，唯剩逃亡躲避，唯有亡靈敢逆勢而為，布局事先。二人當即達成共識，決定先搜遍整片秘境，收取上古機緣，同時由李元一突破滅境造詣，在空間各處布置無數禁制崩潰點，打造絕殺陷阱，靜待血祖入局。二人結伴深入秘境，此地分為2條山脈、3處山谷，地貌、草木、山石皆是上古仙人從外界挪移而來，並非本土生長，處處透着詭異。二人率先探索第1處山谷，谷口籠罩迷惑心神的薄霧，表層禁制看似粗淺，實則暗藏殺機，專門針對自負的禁制修士。李元初步破去表層迷霧後，險些貿然入局，被亡靈及時攔下。為穩妥起見，亡靈派遣仙衛傀儡先行探路。果不其然，傀儡踏入山谷的瞬間，薄霧瞬間凝聚成靈力箭矢，瘋狂轟擊而來。即便仙衛肉身強悍，也被震得連連後退。摸清禁制規律後，二人默契配合，仙衛肉身強攻牽制，亡靈催動雷光凝固漩渦，吞噬霧氣殺機。李元精準鎖定禁眼，引爆禁制，一番激戰，山谷絕殺禁制徹底破除，霧氣流散一空，谷底機緣顯露，一柄黑色短劍環繞8尊凶獸頭骨，霧氣縈繞，殺機暗藏。機緣分配之時，亡靈感念李元一路相助，主動讓出極品短劍，自己收下8尊凶獸頭骨。神識探查之下，亡靈發現頭骨暗藏極強靈力與禁制本源，是極為稀有的煉寶材料，收穫頗豐。休整過後，二人奔赴第2處山谷，此地凶險遠超前者，10里路途布滿密密麻麻的空間裂縫，瞬息開合，吞噬萬物，無法正常通行，且秘境之內禁止瞬移，寸步難行。絕境之中，亡靈施展壓箱底的極速神通，不惜透支修為，催動血光遁術，借山河圖遮蔽裂縫，仙衛借力拋飛，9次血光閃爍，硬生生衝破死亡地帶，孤身抵達谷口。第2處山谷內殺機密布，無形魔影隱匿虛空，吞噬萬物。8柄上古飛劍組成絕殺劍陣，縱橫交錯，封鎖四方，地面數萬骸骨滋生綠霧毒影，無數噬骨飛蟲漫天飛舞，形成全方位絕殺死局，進退無路。身陷重圍的亡靈臨危不亂，瞬發定身術禁錮8柄飛劍，借凝固間隙近身抓取核心獸骨，同時催動因果鞭抽打虛空魔影，破除無形殺機。面對层层封鎖，亡靈再度施展逆天手段，看穿此地无山机依托的破绽，联动外界仙位，硬生生撼動整座山脈，以巨力抬升山體，崩塌大地，借空間劇烈震動擾亂所有禁制殺機，逼退魔影，潰散劍陣，硬生生殺出一條生路，成功衝出山谷，奪得核心上古獸骨。此番劇烈震動直接牽動整片秘境空間，遠處第3處山谷的禁制大面積鬆動崩塌，為二人探尋最終機緣鋪平了道路。二人順勢奔赴最後1處山谷，此處禁制破損嚴重，入口大開，一座殘破的上古廟宇赫然顯現。廟前2具骸骨對峙長眠，定格了上古廝殺的最終瞬間。一具骸骨身披亡靈苦苦尋覓的完整古神皮甲，另一具骸骨指骨金光閃爍，硬生生捏碎對方頭顱。2尊骸骨對峙萬古，悲壯至極。亡靈順利收取完整古神皮甲，觸碰瞬間，濃郁的古神本源與悲涼氣息撲面而來，讓他對自身古神本尊的認知愈發深刻。李元則取下金色指骨，蘊含上古仙力，是頂級煉材。二人踏入廟宇，解鎖整片秘境最大的萬古秘心。廟宇一層空曠無物，僅牆壁懸掛9幅上古壁畫，畫中景象震撼人心。一尊體型萬丈的巨人屹立天地，額頭8顆星點熠熠生輝，正是8星古神。無數上古仙人持法寶圍殺巨人，畫面細膩入微，將古神的冷漠、疲憊與絕世神威展現得淋漓盡致，完美記錄了上古仙神大戰的壯闊場面。李元望着壁畫，滿臉震撼，難以想象世間竟有如此通天徹地的生靈。而亡靈望着壁畫，徹底印證了自身古神
傳承的真實性，心中無數疑惑漸漸明朗。隨後，王林獨自踏上2層閣樓，這裡是廟宇主人的居所，陳設簡單樸素，一張案几，一方正尺，數支畫筆，一堆香鏡，盡顯清冷。案几之上，一張泛黃信紙被正尺鎮壓，寥寥數筆記錄了一段被歲月掩埋的上古驚天秘聞。信紙字跡潦草倉促，透着書寫者極致的惶恐與迷茫。仙界已更16年，8星古神現世，眾仙聯手鏖戰，最終慘勝。書寫者身為參戰仙人，法寶破損，身受重傷，憑借戰功分得一塊古神皮，煉制成護身皮甲，在此秘境閉關養傷，祭煉寶物。可僅僅3年後的已更19年，仙界驚變，無上仙帝莫名癲狂，指天自爆，隕落身亡。書寫者親眼目睹了仙帝隕落的詭異真相，窺見了天地間不該存在的隱秘，心生極致恐懼，從此惶惶不可終日。他試圖以畫筆記錄下驚天真相，可最終卻發現自己根本無法描摹所見之物，說不清道不明那顛覆認知的詭異景象，只留下滿紙迷茫與絕望，萬古塵封於此方秘境之中。